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春快乐！请你找5个人对他说，邀请他说，新的一年将是你美好的一年。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走新的路，过新的生活，要有新的目标，因为你要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旧事已过，都变成旧年已过，都变成好了，旧的一年都过去，现在我们都在新的一年。对你旁边说，你是在新的一年。所以你现在要做新事，新的一年你要有新的盼望，新的关系，新的道路，新的开始。2024年新的一年，你将要过得不一样。如何过一个不一样的一年？这也是我们教会现在所分享的年度意向。祷告，心中手中。所以第一个要成为一个祷告有火的人，成为一个祷告有火的人。告诉你，不只是在新的一年成为一个有祷告的人，早晨祷告，晚上祷告，吃饭祷告，也不单只是环视祷告，环视交托，环视寻求，环视信告，而是要成为一个热情祷告的人，大声祷告的人，祷告带着火的人。祷告有一个关键，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一定要邀请圣灵与你同在。圣灵与你同在。所以2024年你将会过一个不一样的一年。有没有寻求圣灵？有没有依靠圣灵？有没有邀请圣灵和你一起？这是一个关键。不是你祷告要带着火，而是要圣灵与你同在。马太福音3章11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火从哪里来？火从哪里来？火从圣灵来。今年一年，你想成为一个有火的人吗？想要成为有热情的人吗？想要成为事业上也火的人吗？关系上也火的人吗？家庭要火的人吗？从圣灵来，依靠圣灵，每时每刻邀请他。这一年当中，你将会成为有火人。所以约翰在这里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后来那个指的就是耶稣，他要亲自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就是说，另外的一个洗叫做圣灵与火的洗。施洗约翰只能用水给人施洗，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甚至做同工的，也只能用水给人施洗。但新的一年，我要亲自告诉你，上帝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你要完全沐浴在神的同在当中，与神来同行。所以火在圣灵里，火在祷告里。所以新的一年，你要成为一个祷告有火。跟你旁边说一次，祷告有火。各位家人，你知道吗？你是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在一个被圣灵掌权、圣灵运行的教会。你是在一个被圣灵火焚烧的教会，你不只是在这里来聚会来听到，你要带着圣灵的火焰在你的身上。当圣灵的火焰在你的身上，2024年你说话不一样，你做事不一样，你的想法会不一样，你的祷告也不一样。你会成为一个带着火烧在你身上的一个人，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有温暖的人，有热情的人，火在祷告里。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不但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你还要成为一个热情祷告带着火一样的人，在祷告的人。我们在看旧约圣经，旧约我们知道，在旧约，祭司要进入圣殿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要先把香炉的香点燃。那个香炉的香就代表着祷告，就是那个地方的祷告。香炉代表的祷告，请说祷告。所以火在哪里？火在祷告中间。所以2024年成为一个祷告有火、祷告有热情、祷告有声音、祷告有热度的人，就是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因为火在祷告中间，火在祷告中间。启示录8章3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
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圣经在这说，你的祷告会和天使手中的一同升到神的面前，你的祷告会到神的面前，你的祷告会到神的面前。接着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锋、大声闪电、地震。这是我们在启示录当中提到天堂的景况。在天上宝座前，天使拿着香炉，跟着众圣徒的祈祷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圣经说，我的祷告是可以到，你的祷告是可以到，你的祷告是可以到神面前的。所以你要记住，你的祷告会到神的面前。你的祷告不是无关紧要，你的祷告不是对空气产生的震动，你的祷告不是可有可无，无所谓，更不是感到没有用，好像神从来没有听你的祷告。你的祷告是到神面前的，所以你的祷告不要随便。你知道在教会当中有4种祷告有问题的基督徒，有4种。第一种，从来不祷告，信了耶稣从来不祷告，也从来不祷告。第二种，有问题才祷告，有事抱猪脚，没事从来不到耶稣面前去祷告。第三种是常常请别人祷告，请教会的牧师祷告，请小组长祷告，请同工祷告，听某一个讲员为你祷告，自己呢也不祷告。当在聚会的时候，或者当在祷告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看别人祷告，听别人为他祷告，分析别人的祷告，自己从来没有祷告的生活。第4种，祷告很随便的人，祷告很随便的人，他在祷告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胡思乱想，焚忧向外，在祷告的时候才在那幻想一个故事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等一下我要讲什么样的话，在那祷告还在想家里的事情、工作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人际关系的事情。亲爱的各位家人，记住，你的祷告不要随便，因为你每一次站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的话语、祷告的声音是到神面前的。圣经里面讲到但以理，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他为了一件事祷告了一段时间，21天不间断的一直在祷告，祷告了20天，将近1个月的时间，他感觉没什么用，感觉神没有什么回应，感觉神好像没有听他的祷告，神也没有回应，他还在那里继续祷告，继续在那里祷告，祷告了多久？21天。结果21天之后，神差派天使向但以理显现。天使向但以理显现的第一句话，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呀，就说大蒙眷爱，加上你的名字，大蒙眷爱的我，加上你的名字，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呀。接着神说，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换一句话说，但以理从第一天祷告，第一次开口，你的祷告就已经达到神的面前。第一天开始，神就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了，不是你的祷告没有用，神没有听见，神都已经听见了。跟你旁边确信的说一句话，你的祷告会到神面前。但为什么会迟延？天使接下来说，是因为波斯的魔晶阻拦我。换句话说，我们有一场属灵的征战，但神正在差遣天使为你来征战。所以当你继续来祷告，你就会继续在祷告中看见祷告的神迹发生。所以你要记得，祷告会到上帝面前。当我们祷告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香炉就会倒下来，倒在地上，地会发生什么事？随后是有雷锋、大声、闪电、地震。再说一次，雷锋、大声、闪电、地震。
这表明什么？就会有神迹奇事。请说神迹奇事。雷锋、大声闪电、地震会在地上显现，所以你的祷告不是随便，祷告可以让天火降下，可以让神迹奇事发生。你发现，当摩西举杖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下海走干地，过红海如同走干地。你的人生当中都会经历过一次红海，那个红海开是透过你的祷告开。所以基督徒不软弱，基督徒只是需要起来祷告。祷告可以让你人生的红海开了，走这里过去如同走干地。我们看约书亚祷告，当他与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他说日头你要停留在基遍，月亮你要停留在亚伦谷。结果日头月亮就停住了。当我们来看耶稣在约旦河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仿佛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路加福音3章21节，众百姓就受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什么开了？谁祷告的时候？耶稣祷告，天开了。所以你的祷告可以让天门打开。接着司提反祷告的时候，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亲爱的各位家人，在新的一年当中，你一定要带着祷告有火的人，一定要好好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事业祷告，为了你的孩子祷告，为了你每一天来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天就会为你敞开，天堂所有的祝福都会到你的家中。哈利路亚！所以祷告会让天打开，祷告会让神带来极大的祝福临到你身上。你发现祷告会带来神迹。在以利亚在加密山祷告的时候，他与假先知850个先知征战的时候，结果他祷告，天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有人说，牧师呀，没有像你讲的祷告有什么天会开了，有什么神迹奇事，有什么火从天上降下，什么雷锋大声闪电地震。我们祷告常常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祷告什么都没有发生。请说祷告需要信心的跨越，请说信心跨越。需要启示，需要信心的突破。你知道，在普遍现在城市中的教会，甚至在普遍型的教会里面，现在祷告的神迹越来越少，甚至在祷告当中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也是在普遍的很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的里面产生的。因为我们慢慢的都进入到一种宗教的礼仪、宗教的习惯，甚至自己在祷告，自己都不相信。也有很多的教会祷告的时候，甚至撒旦从来不理他，撒旦也不在乎他的祷告，仇敌都不理我们的祷告。之前我有分享过，在使徒行传19章讲到祭司长这个士基瓦有7个儿子祷告赶鬼的故事。当他到处去祷告赶鬼，圣经说这个恶鬼回答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魔鬼在嘲笑这7个人的祷告。这7个人有神学知识，这7个人很会祷告，他有宗教生活。这7个人也常常帮助别人，教导别人，他也很会讲道，他也很会教导百姓怎么样追从圣经，过这个敬畏神的生活。他们也有宗教的生活，但是魔鬼在这里嘲笑这7个人的祷告。魔鬼今天也嘲笑很多教会的祷告，也嘲笑很多基督徒的祷告，他根本瞧不起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没有信心的超越，我们的祷告没有启示，我们祷告没有圣灵的火呀。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能力，我们祷告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是告诉上帝说，我祷告了，上帝，我今天早上祷告了，我吃饭祷告了。你只是成为一个生活的样式，一个生活的礼节。有时候我们一边祷告，我们里边一边还不相信；我们一边祷告，我们一边还不能交托；甚至我们一边祷告，我们一边还在寻求自己的办法。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以亲爱的各位家人，在新的一年，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圣灵的火焚烧，你需要圣灵的火来洁净你，让你的祷告可以真正带着信心交托在神的宝座上。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因为你的祷告一定会到神的宝座前，你的祷告一定会到神面前。所以圣灵来，使我们带着祷告有火，带来祷告的成就，带来神迹奇事，让你祷告有热情，有突破，有启示，有大声，有神迹奇事。所以你祷告一定要热情一点，新的一年祷告一定要热情一点，祷告一定要听到你自己的声音，这样的祷告可以让你专注，可以让你不胡思乱想。有人说我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更专注，亲爱的各位家人，你试试，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脑袋里有画面吗？有。是你睁开眼睛有声音出来祷告更专注，还是你闭上眼睛安静的时候更专注？当一个人安静祷告没有经过操练的时候，他安静不超过10秒钟，他就开始想别的事情，想孩子的事情，想家里的事情，想工作的事情，我这个还没弄好，我那个弄好，衣服还没有洗，饭还没有做，孩子作业还没有辅导完，你就开始在想了，你静不下来。那为什么今年我们要求大家的祷告要有大声，这样可以帮助你专注在你的祷告，让你的祷告有信心，可以让你不胡思乱想，可以让魔鬼不嘲笑你这次祷告。今年的我们的祷告要让魔鬼丢盔弃甲的逃跑。哈利路亚。之前我有听过一个故事哈，有一个牧师叫张茂松牧师哈，他的故事啊，他在教会当中有一个礼拜四那天聚会，然后有几个癌症病人来到他们的教会，请他来为他祷告。然后呢，这个牧师呢就告诉他，请你现在回去之后，每一天都是拼命大声的祷告，大声的祷告，甚至用吼叫的祷告，直到你里面的恐惧不见了，直到你里面的忧伤不见了，直到你里面死亡的感觉不见了，直到你里面的惧怕不见了，你们就开始用这种祷告。所以呢，当他们这样回去祷告了，听说有人照着做的时候回来得到了医治。阿们。所以很多人说我的祷告怎么没有神迹？因为你没有这样祷告，所以神迹就出不来呀。所以你要大声祷告，迫切祷告，有力的祷告，神迹才能出来。所以你祷告有那一份热情，大声一点，一定会不一样。你祷告大声，你祷告热情，并不是上帝耳朵听不见，是因为我们心里的冷漠，我们里面的麻木，是因为我们对祷告的随便，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用我们的声音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你祷告时热情一点，大声一点，一定会不一样。请说热情一点，大声一点，一定不一样。好了，圣经里面讲到底买的儿子巴底买，他热情大声的祷告。马可福音第10章讲到，耶稣到了的时候，耶稣同许多人出耶利哥，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底买的儿子巴底买，坐在路边。他听到拿撒勒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但是你发现圣经就说，有许多人责备你太吵了，不要做声音太吵了，声音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吵到我们了。有许多人责备他说，不要做声，不要这么大声，不要这样呼喊。他就越发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这就是巴底买的祷告。巴底买的祷告绝对不像你那么轻松的祷告，躺在床上祷告，坐在那里祷告，甚至跟神说：哎呀，神啊，我睡觉了。有人写完祷告词放在床边，神啊，你自己看吧。每天就这样。他的祷告绝对不像你那么轻松的祷告，可怜我吧，绝对不是有气无力，他是声嘶力竭，迫切，像发了一疯的一样在祷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你可以不可以在新的一年这样来祷告？为了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大声迫切这样来祷告。所以你的祷告大声一点，迫切一点，一定会不一样。
你看到有很多人的祷告2分钟就起来了，祷告超不过2分钟，因为它里面没有热情，它里面没有热度，所以他的祷告只有2分钟。但是你知道祷告是可以操练的，祷告是需要训练的，祷告是需要追求的。敬虔的生活操练凡事都有益处。操练敬虔，操练对神的敬虔，对神的尊敬，对神的追求，在你这一生当中，无论任何时候，你一定会得益处的。圣经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唯有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祷告让我们可以对神更清楚。圣灵来带来祷告的热情，也带来圣灵的火焚烧，然而圣灵来的火烧又带来热情，你要带领着圣灵的火烧在我们的身上，请说阿们。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热情一点，祷告大声一点，祷告迫切一点。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你的生活一定会带着火焰在燃烧，一定会有神迹奇事、雷轰大声闪电在你们生活当中发生。第二，我们很重要，我们看到哪里的火会比较大？请说主日聚会火会大，请说集体祷告火会大，小组祷告火更大。你发现很多的祷告是在集体的祷告当中，聚会的祷告当中。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一定要确信一件事情，不可以停止聚会。在每一次聚会当中，我们来祷告。因为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受佛教、道教的影响，我们非常在乎个人的修行。你发现很多人就会跑到悬崖，跑到山顶上，跑在某一个洞里面，单单的一个人在那里修行。甚至在我们教会的信仰当中，受这个影响，也很多人非常注重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非常好。你发现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中国的教会受这个影响很深，他认为修行是个人的，信仰是个人的，他不关乎集体的事情，他不关乎服事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讲，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信仰也有集体的事情。它不只单是你个人跟神关上内室祷告，他又告诉你要走出你的房间去服侍别人。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是因信聚在一起，我们是因不信而存在。你是因为跟神美好的关系，你要活出去，走出会幕，走出营外，让别人看到你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可以为神来做好的榜样跟见证来。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你个人每一天跟神读经祷告，什么事都不做，家务也不做，就这样，这不单是你的信仰，这个是非常好。但是信仰告诉你，你要透过你跟神美好的关系，你要服侍到家人，照顾到家人，陪伴到家人，服侍好影响到你身边的人。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次主日聚会当中，我渴望大家我们祷告迫切一点，大声一点，有热情一点，因为这个时候你更容易被圣灵来医治跟释放。你发现在五旬节的时候，祷告圣灵的火降下的时候有多少人？120个人，120人在那里祷告了将近好长一段时间。圣经说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祷告。那时候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120人天天的祷告，大声祷告，迫切祷告，结果圣灵的火就降在他的身上。包括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也说到一件事，我实在告诉你，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名聚集，在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请做集体。这里说的，当你们2、3个人一个集体在那里捆绑的时候，天上就捆绑；当你在那里释放的时候，地上就释放。无论在哪有2、3人聚会，因为神就与我们同在。记住，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这就会有一个权柄。一个人祷告有没有权柄？2人祷告更有权柄，3个人祷告更有权柄。圣经说1个人可以追传多少人，3个人可以追传多少人，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渴望在新的一年里，你的祷告在集体中来祷告。
第二个，在新的一年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成为一个心中有话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几节圣经。2014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每天读神话语的人，每天背神话语的人，每天常有神话语的人。因为在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中，免得我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接着来，约书亚1章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你绊脚。你发现神的话应许非常丰富，所以2024年你想要成为一个大有平安，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什么都不能使你绊脚，那你就需要将神的话藏在你的心中，昼夜思想，变为有福。2024年你想成为一个想要被圣灵影响、圣灵引导过生活的人吗？如果你想，你需要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中，然后让神的话藏在你的心中。圣灵引导你常常是透过神的话带领你的。记着，在你生活当中，你祷告寻求需要被启示的时候，常常是圣灵透过神的话来引导你的。圣经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来会帮助你想起什么？想起耶稣对你所说的话。那个话在哪里？在你心里。所以圣灵常常提醒你，会让你想起耶稣曾经对你说过什么。所以耶稣曾经对你说过话，说过什么话？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没有看过神的话，没有听过牧师讲道，圣灵就引导你，让你想起神的话就比较困难。当我们相信圣灵引导人的方式，带领我们有很多种，但是圣灵通常带领我们引导是透过他的话，让你想起他的话。这是在新约。在旧约，神引导人主要的方式是靠个异象、异梦，看淡外在的想象和谱线，外在的自然界的东西来引导人。就像神让亚伯兰去看天上的星，让雅各梦见天梯，让摩西看到荆棘被火焚烧，让以色列看到云柱跟火柱，这样的引导他。因为在旧约没有圣灵内住，在旧约没有全本的圣经神的话语，没有全备的圣经话语，所以他需要外在来引导他。可在新约，神主要透过圣经神的话来带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整本圣经全书正典，所以会透过圣经神的话。第二，我们拥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会在哪里引导你？会在你的里面来引导你。今天我们和旧约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拥有整本圣经的启示和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不再只是靠着外在引导的方式。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现在的基督徒，今天我要去参加聚会，或者今天我要去签一个合同，他跟神祷告，如果我处理这些事情一切都顺利的话，如果我祷告完推开门，天空是一片晴朗的，又有太阳的，表示今天我签合同一定成功。如果推开门的那一刻天是阴天的又下雨的，表示你不让我去。甚至还有人说，如果今天我出门，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如果是男人，就表明可以成功，如果遇到的女人就不成功。如果我在祷告，哎呀神啊，他是不是我另外一半，我追求的那一半？神啊，怎么来印证？路边采一朵花，被花瓣，如果是单数就不是，双数就是。有很多人用祷告，用这个来印证神是火垂听他的祷告，是应验这种祷告。
其实这种东西有很多是一种迷信的做法，是不对的。很多基督徒仍然靠着外在的方式来引导自己的生活。你应该在哪里？好好祷告，问你里面的声音啊，你里面有没有正情正义？你里面有没有真实的力量给你回应的话语？所以圣灵引导你的第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想起耶稣曾经对你说的话，就是通过神的话来引导你。如此，你要常常的去看圣经，也要常常来聚会，到小组当中去听组长、牧师的分享、传讲神的话，也要熟读神的话，甚至有可以的话，每天背神的话，让神的话藏在你心中。这样在2024年，你就比较容易被圣灵来引导。因为圣经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将一切的话、一切的事指教你。多少事？所有的事，你这一生的事，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一切的事会有一切的话。阿们。所以你人生当中所需的一切都在神的话中，都能给你找到答案。你人生当中一切的事都在一切神的话当中。之前我有分享过一个故事啊，讲到有个弟兄在农村长大哈，也从小信主。20岁前，他在农村里面呢，就是20年前吧，20年前，我们在农村里面基本上家家都养猪，有人会养好几头猪，有1头、2头、3头。这个弟兄家呢也养了好几头猪。那个时候呢，信仰就比较单纯、严谨、保守，也比较传统，所以呢，哪怕哪里做错了呢，会得罪神。可是有一天，这个弟兄家里呢有一头猪生病了，病得都快死了，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那个时候教会只教了说，可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圣经教导，但是不敢为猪干手祷告啊。因为怕冒犯神，对神不敬畏，对神不尊重啊，怎么办呢？可是那个猪啊，病得很厉害，躺在那里哼哼。哇，你知道当时的一头猪在农村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财产，每一年要想过一个好年，要去卖一头猪，家里没有钱了要去卖猪，甚至家里要办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去卖猪，这是他的财产，很重要的财产之一。就在这里很挣扎、很纠结的时候呢，突然圣灵引导这位弟兄想起了圣经的一段话，在诗篇的36篇第6节。诗篇的36篇第6节，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呀，人民深处你都救护。当他突然圣灵引导他想起这句话，他马上就去为谁祷告？为猪祷告，按在猪上奉耶稣的名医治你。巴拉巴拉巴拉，祷告完了之后，好就走了。这个猪呢，继续躺那里躺3天，3天后他起来，他好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各位家人，你发现在你做事情的时候，你需不需要圣灵给你来引导？你需不需要神的话来给你事业上有肯定？如果一些基督徒从来不看圣经，当遇到一些人生难题，遇到一些人生选择的时候，你就随便打开圣经，只当哪一节就哪一节。神不会这样做事情，神是把那个话提前放在你的里，千万不要这样临时去爆主讲。神的话就是平时已经在你的心中，不是你从来不了解圣经随便乱点一下，圣灵不会这样的。所以神的话必须是你已经熟悉过的，你已经听过的。所以牧师认为圣灵引导你的方式，过一个被引导的生活，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根据你已经掌握神话语的那个量，你里面储存了多少神的话，神会更容易来引导你。是你所听过、所读过、所拥有、有过记忆的、有过印象的，然后他用他的话会来引导你，对你说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的经验、约书亚的经历是什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所以你要常常读神的话，常常可以听到圣灵怎么引导你。所以你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难处，经历什么样的挑战，神的话通通都能给你指引，给你帮助，
给你安慰，给你医治。因为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的心。耶和华的法度明确，能使愚昧人有智慧。因为得了他的话，得了他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治全体的良药。约书亚记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有时候不是问题太大，不是困难太难，是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不够涌流，是神的话在我们的量不够多。不是问题有多大，是神的应许在你身上占据的力量够大吗？每一天我们需要领受神的话，在灵里保持，跨越生命中那些阻拦我们进入真实的祝福，支取丰盛而荣耀的丰富。家人们，在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事业，不只是金钱，不只是陪伴跟物质，我们需要的是神的话。他的话是你一切的力量。立下心志，每一天好好来读神的话，好好来读神的话，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各位家人，我们也要帮助提醒我们小家，在未来一年当中帮助他，不耐其烦的提醒他，不耐其烦的提醒他，读神的话，读神的话，读神的话。在小组的群里面去打卡，教会要求你不多，每天3章，每天3章，让神的话围绕你，让神的话围绕你的家，让神的话围绕你的小家，围绕你属灵家，也让利未教会成为一个有粮的教会，是在神的话上扎根的教会。所以每天要读神的话。阿们。饭可以不吃，话不可以不读，觉可以不睡，祷告不可以不祷。祷告完你才能容易祷，才能容易睡。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希望家人好好祷告，好好读神的话。第3个，要成为一个手中有才的人。哈利路亚！讲到这我很开心啊！要成为一个手中有才的人。好，跟你旁边说一次，要成为手中有钱的人，要成为能祝福别人的人，要成为一个给别人恩典的人。这是神在新的一年给你的祝福。因为圣经应许说，义人的家中多有财宝。神又说，神赐人资产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真耶稣又接着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你们知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真耶稣有接着说，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你发现从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应许。耶稣讲祷告只有500多经文，耶稣讲钱2000多篇经文。为什么耶稣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讲钱的部分？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让人看见和相信，顺服他的儿女去富足的、丰盛的、有财宝的。所以呢，从下一周开始，教会将要开一个新的系列主题了，叫做前有所闻，前途有量。大家说一次，前有所闻，前途有量。这个系列是专门来分享从圣经里面，圣经教导我们如何看到钱，如何看待钱。有很多人不知道关于钱的知识，如何看待你与钱的关系，如何管理你的钱，如何让你的钱成为种子，如何规划使用你的钱。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过着一个资产丰富，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可以喜乐，过一个丰富富足且有荣耀的生活。神让我们能以吃用，而且在劳碌中可以喜乐，是可以喜乐的，而且是可以丰富的呀。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知识，你的钱就会成为长了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来得快，输得快。你收入增入高了，但是你发现也没有留下来。你收的少也可以生活，你收的多也没有留，因为你没有好好做金钱的管家，做金钱的规划。从圣经当中，神需要我们能成为钱的管家，我们需要对钱财的管理有正确的知识，成为神忠心的管家。所以下一周我们将是教导关于财务管理的智慧，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当然我们明白，上帝透过圣经让我们掌握对于钱财的原则。当我们这个系列结束之后，我们教会会安排一天的理财经济管理的学习，一个营会。我们已经请了专业的理财经济管理师王娟老师回来为我们授课，有1天的时间。他会帮助你如何做资产管理和家庭资产分配以及投资理财的知识，可以让你的钱成为种子，可以再生钱，可以让你按照神的心意管理好神给你产业，投资你的未来，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可以实际的可以来运用，知道这些知识，知道如何来管理。当然我们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教会不是教导弟兄姐妹要去追求金钱，而是如何成为金钱的好管家。教会唯一的目标是让你追求耶稣，追求神，不是让你追求钱，而是让你怎么样成为一个神的好管家。不然的话，你怎么样可以祝福你身边人，让你身边人从你身上得到恩典，在身边有影响力。圣经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16节说，那领5000两的谁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两，那领2000两的也照样另外赚了2000两，但那领1000两的去掘开土，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你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谁教导的？耶稣教导的。你不要把你的钱放在那里，是浪费的，是没有动的。就算你不动，你把它放在银行里存利息好不好？那你存利息也知道怎么存呢？可以让你的利息更高啊。这个就是要学习了，这个就需要被教导。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从圣经里告诉你对钱的一些原则怎么掌握，之后会有一些学习的方法，我们可以来成为金钱的好管家。亲爱的各位家人，在这里我当然再一次重申，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人生的中心绝对不是钱。你追求的绝对不是钱，你追求的绝对不是钱。如果钱是基督徒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目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一定全部都是基督徒。全世界福布斯排行榜从第1位到最后1位一定全部都是基督徒，你发现不全是。所以再告诉你一件事，钱财不是你追求的唯一的目标跟价值，它也不应该是基督徒追求的价值跟目标跟意义。基督徒的价值跟意义是给予，请说给予，是奉献，是舍己。圣经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活。基督为全世界奉献，基督徒应该也是学习基督。天国计算的方式是你给出去，给出去才是你的，奉献出去才是被纪念的。所以你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不是钱，是给予，是奉献。你怎么样给予你的孩子，陪伴他，他是神给你产业，照顾他，让他快乐平安的成长，健康的成长。如果神给了你现在的金额，你能管理好这个钱，让这个钱不断的可以生长出来，可以更多，从1倍到2倍。如果神给了你现在这个产业，你怎么样让你这个产业，你这个事业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一个产业，可以做得很好，可以祝福更多人。甚至你在你邻居旁边，神怎样经营你的生命，让你每一天活出一个好的生活，好喜乐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可以成为你邻居的见证。哇，他怎么每天都这么健康啊？每天为什么这么喜乐？什么事都不能压在他的心上，他什么事都觉得可以交托一样。他每天做的无忧无虑，他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出去有影响力的生活。所以你发现
基督徒在不同人群、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领域当中都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做什么事情？给予，在奉献，他们在给予。你发现不是所有基督徒都非常富足、非常有钱，这不是神的心意，而是可以给出去。因为传道书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赐人资产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份，在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圣经说，知足的心加上便是大利。所以人有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首先我们在追求金钱的第一个原则，我先要知足，不是出于贪，而是出于知足，我可以让我追求的更多。如果你不知足，你在你前面会有网络，会有一个大坑，你有可能会让你失去很多。前两天刚听的这个经济理财师的，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在他疫情的这1年左右，他投了100万在股票当中，结果呢，在这个1年当中，他赚了90万。他赚了90万的时候拿出来之后呢，他还想再来。他的朋友包括家人告诉他说，你把那100万的本金拿回来，拿着90万接着投。他说不要，又把100万加90万再借50万嘎进去，结果开过年之后，哇，全部没有了。这个叫什么？哇，现在家庭过得鸡飞狗跳，朋友天天追着给我钱啊，给我钱呀，给我钱呀，我没钱呀，我没钱，我没钱，怎么办？吃不敢吃，天天面对朋友不敢面对，生活过得很不开心啊。所以呢，无论在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要给自己有知足。所以基督徒是先给予，让资产先丰富起来。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叫特蕾莎修女啊，这个人呢，曾经18世被提为全球最受人尊敬的女性之一哈。1990年，特蕾莎修女被美国人民选为21世纪最受人尊敬的排行榜 No.1 第1名，排在她后面的是马丁·路德·金跟美国总统肯尼迪。甚至呢，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经说，我给特蕾莎修女提鞋都不配。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个特蕾莎修女啊，她是我们叫修女，其实就是最早的基督徒啊，天主教的基督徒。1910年8月26日，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12岁的时候，她就立志要帮助一些贫穷的人、没人爱的人，向穷人传福音。15岁，她就进了罗马的修道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神学院，开始读神学。后来18岁的时候，她就被修道院这个神学院差派到印度去宣教，到印度去布道，去传福音。一个将近20多岁的小女生来到印度之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所以1952年的夏天，她为穷人找到了爱与尊严。她在印度的加尔达建立了垂死者之家。一个20多岁的姑娘，自己呢都没有固定的居所，而她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推着一个小车，到垃圾堆里面，到水沟里面，到公共建筑物的台阶上去捡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甚至被遗弃的婴儿、垂死的老人，然后到处去找食物给他吃，找药给他治病，求医生，跪那求医生来救他们。许多人亲眼看到特蕾莎修女从水沟里抱起了一个被蛆啃掉半条腿的人，乞丐。他又看到他把他的额头贴在濒临快要死的人的脸上，也有人看到他从一条狗的嘴里面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还有人看到把艾滋者病人搂在他的怀里，告诉他们这些人，耶稣爱你，他在天堂等你。所以呢，特蕾莎修女呢，她在1979年的时候，她就得到了诺贝尔奖。当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去领奖的时候，她唯一身上所穿的一件衣服就是1美元的印度纱丽，走上领酒台。不论是总统的面前，还是服侍贫穷人的面前，她永远就是这套衣服。
他没有别的衣服，台下坐着珠光宝气，身份显赫，他都视而不见，因为在他的眼里面，他只有关心贫困的人、需要人，因为上帝爱这些人。德蕾莎修女说，这个荣誉，当他领到这个奖的时候，拿到这个奖杯的时候，就说这个荣誉我个人不配，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单的人来领奖的，因为我相信你愿意颁这个奖给我，是承认穷人也有尊严，穷人也需要被爱。当他领到这个诺贝尔奖的时候，知道大会的宴席要花$7000，他就恳求大会的主席取消宴席。他说，如果这个钱你只能邀请135位，我拿到$7000，我回去可以喂养15000人的饭食。所以他就拿了这个钱走了。他并且告诉这个主席说，这枚奖牌我也要卖掉，如果不变成钱可以服务人，这个就一文不值。所以在1950年的10月时候，他就创建了仁爱基金会和儿童之家。后来这个仁爱基金会达到了4亿美金的资产，但是他所住的地方只有2种电器，一个是手电筒，一个是老式的电饭。他全部的财产只有耶稣的一尊像、3套衣服左右、1双凉鞋。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穷人，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他没有特殊的待遇，没有特殊的保障，没有车子，他唯一的就是牺牲、给予跟奉献。他一生坚守在最贫穷的前线，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也被称为基督教里面挚爱的大天使，他把一生都奉献出去，给了最需要的人，给了贫穷的人。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奉献的生命，是奉献的生命。当然我们看到有一位宣教士对我们中国影响非常大的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戴德生在他写信给他妹妹的时候，他写了这句话：假若我有1000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把他一生都奉献了给了中国。这地内地会的创始者凭着信心，将福音从沿海推到中国内地，基督的光照亮了中国整个大地。温州教会为什么那么复兴？就是因为有一个曹雅直的宣教士来找戴德生，他说2条腿的不愿意去，让我1条腿的去。所以曹雅直就去了温州，在温州传福音，温州的永嘉县，所以带来了温州整个教会。当然戴德生也在上海，从上海一路到内地去发展。他与亚伯拉罕一样有一个信心，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的父亲戴雅各在1807年有一天，他新婚不久，他的妻子就告诉他，亲爱的神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将要为他献上给你，为中国来工作。结果在1832年的5月21，他的太太就生了戴德生，取名叫戴德生。所以戴德生呢，16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要去中国开始操练自己的身体，不喝牛奶，不喝咖啡，不吃面包。所以21岁的时候，戴德生就来了中国，坐上了那只船。那当这个船里面有23个船员，这个船员里面呢，还有猪啊，有鸡啊，还有鸭，还有狗，还有2只猫。直到次年的3月1号春天，经过了156天，抵达了上海，在上海登陆。所以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他穿的是中国人的大马褂，吃中国人的食物，然后过中国人的生活，与猪同行。甚至他与他的妻子玛利亚和4个儿子都葬在中国的镇江，都葬在中国的镇江，奉献给中国。如今包括第5代戴季中牧师，他们一样在继续服侍华人工作，成立了海外基督团。所以我们发现基督徒的生命的价值并不是追求我有多少，而是我能给出多少。所以全世界
都在做一件事情，基督徒都在讲到奉献，奉献，奉献，给予，给予，给予。所以我们发现基督徒在不同人群、不同阶级、不同的地位上都有很多人，都有很多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是都是站在最顶端当中，都是最有钱的、最富足的。所以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过富足的生活，过喜乐的生活，过劳碌中能有吃有用，能取自己的身的生活，这是神给每一个不同的层次给的。但是金钱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我们衡量我们生命当中价值的中心，基督的生命才是。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在不同的人群当中，我们都然可以自然的夸口，我在为基督做见证，我在奉献，我在给予。请说阿们。邀请各位家人，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所以申命记的8章18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因为坚守他向你列祖所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更多后书的9章11节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父神。所以基督徒经历丰富，经历财富有3个目的。第一个，要知道耶和华使人富足，你要将荣耀归给他。第二个是要帮助你可以多多的施舍，多多帮助你身边的人，可以供应你身边的人。第三个，使人感谢归于神，使你帮助的人都知道荣耀归给神，归给他。所以当你读圣经，你会发现整本圣经上帝让我们看到金钱是非常丰富祝福给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可以享受金钱带来的好处，因为他让你来将荣耀归给他，可以让你帮助你身边的人。所以在今年教会的意向就是让你成为一个祷告有火、心中有话、手中有财的人。在这个时候邀请你，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各位家人，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祷告有火的人，改变你现在的祷告？你愿不愿意每一天花时间来到神的话语中，让在这一年中成为一个圣灵引导过生活的人，凡事都不迷茫，有方向？那你愿不愿意在今年跟从神的旨意，使自己成为一个金钱的好管家，使你可以有2000两，再留2000两，有5000两，再留6000两，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如果你愿意，就在这个时候开口来回应。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渴望在新的一年，这一年过得真的是不一样的一年，是被你所赐福的一年。渴望在这一年，我能成为一个祷告有火的人。我不但自己成为一个祷告人，而且这一带着一个祷告，带着热度，带着迫切，带着大声祷告的人。因着这样祷告，我知道每一次都会到你面前。因此这样祷告可以带下神迹奇事来。爸爸，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愿你将这样祷告的心智给我们。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如何做好自己的人生规划，让我每一天早上的时候可以先来到你话语面前，这是我力量的源泉，这是我得着处理一切事情的秘诀跟力量的源头。让我每一天早上来读你的话，来吃属灵的粮食，以致我在这一天当中凡事都有你来保护我们。天父，我们渴望在这一年当中，我不再成为一个贫穷的人，我不再成为又懒又饿的人，我不再成为一个好像一年又是一年经济上没有改善的人。谢谢你在这个时候透过你的话语要指导我，在新的一年我将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年，从财务也要改变，让我可以成为金钱的好管家，成为财务的好管家，可以把我的家庭的财务甚至我个人的收入做一个很好的管理，让他可以得到祝福，成为你好的仆人，成为你忠心的仆人，使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财务可以祝福更多人，给予更多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谢谢你天父，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你也止住我们贫穷的脚步，补助我们漏掉的那个罐的破口，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积蓄你的财富在你的儿女身上，在我们身上。我们谢谢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荣耀归给你。谢谢你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